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留言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当然，别忘了帮我们热推一下。好，来欢迎今天4位来宾。首先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金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是科技力智库执行长顾定祥老师。何荣好，观众朋友们您好。还有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 Ross， 大家好。好，今天跟观众朋友还有3位老师，我们首先来看的就是时序现在进到了5月份，那国际最重要的看点呢，就是在5月中旬即将要登场的中美元首高峰会，也就是习川会哈。那因为很多的国际局势呢，都将与中美两强接下来会如何互动息息相关。好，说到这个习川会呢，现在看到南华早报最新的报道，他们指出，随着习川会的日期越来越接近，各界呢也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场会见，预计可以达成的实际成果会有哪些？像美方呢，现在极力的推动3B 啊，哪3B 呢？就是波音，还有黄豆 beans， 还有牛肉beef。那既然是交易，中方会要求作为什么当做交换呢？那么南华早报就研判中国大陆对于采购美国的黄豆跟波音飞机，目前态度上显得相对轻松。应该是可以在这些条件上面做出让步，而且美国呢也没有要求中国大陆改变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另一方面，在最近这几天也听到了美国的贸易代表，也就是 Greer， 他先前呢在国会的听证会上面明确表示，他说这次美方的目标就是取得陆方对所有农产品采购的全面承诺，并且希望呢能够成为川普这次访中行的重要成果。但这2天也看到了中方的外长也是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毅跟美国国务卿 Rubio 通了电话。在电话中，王毅特别强调，他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可以看到是川习会之前中美双方在经贸外交上面已经展开了相关的磋商，但是北京真的能够像是华府所希望、所愿意的点头答应所有的采购清单吗？那如果真的是刚刚我们提到了北京又相对的要华府，那提出什么呢？就交易的条件可能会是什么？因为现在也提到了，包括科技松绑，包括甚至台湾议题。这几天都在被讨论当中，尤其是台湾议题说由原本的不支持台独变成是反对台独，这些大使怎么看？我想最近这个当然经贸议题是贝森特在负责的，那可能政治问题现在目前对中国大陆的关系还是 Rubio 在负责所以王毅跟 Rubio 通了一个电话，特别谈到了台湾问题我想这个两国的首脑要见面，其实底下的这种作业老早就如火如荼在进行，大概最后都会慢慢这个怎么讲，就是说不断的归纳、收敛 crystallize， 就是说你把它这个要结晶，最后就是几个点，那最后就要由比较中高层来定调，然后最后呢，两国元首基本上就是去签约的，就是画押认诺的一个意思对。那当然，双方都不会让这场这个会面对外展现出一个失败的情况，所以很多原则问题都要先讲好。而且毕竟是第一次，第一次，所以这个双方都要有所斩获的话，那这个戏就要排得很好。所以现在就变成台上一出戏，台下10年功下面跑断腿，上面就是这个杯弓交错悲惶交错。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大概从政治角度上来看，中国大陆是以台湾问题挂帅；经贸角度的话，那美国是以中国采购美国相关产品挂帅，所以这方面是有互补性的。因为对美国来讲，政治本来就是为了换取经济利益，尤其跟中国大陆的交往那所以我觉得台湾问题基本上大陆。应该这么长段时间，美国方面透露的讯息，大陆这个大概的要求点就是从不支持台独到反对台独。那取乎上的话，那就是说美国支持两岸以和平方式、渐进方式和平统一这个基本上就变成就是我觉得中国大陆所要的需求就在这边。另外可能比较直接的就是说会谈一个军售的问题军售的问题。
还有就是台湾，就是说在国际法的定位上，哈，美国目前是走得越来越模糊啊。那可能这方面也是双方在谈那个焦点。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那美国如果是要获得这个经贸利益的话，可能在这方面就要跟中国大陆做交换。对，那经贸利益的话，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事实上的话都不是大问题。波音飞机来讲的，不管是中程的飞机或者长程的飞机，中国大陆本身长程飞机自己没有产，非得向国外买，不是向欧洲买，就是跟美国买。那就是说，中国大陆 C929事实上还在研发阶段，还没有成品出现。跟你中程4-5千公里这个航程的这种飞机，中国大陆是有 C919，可是呢，中国商飞的这个产量并没有上来。也就是说，你有好几百个订单，可是你一年的交货量没那么多，所以这市场需求还是大过中国自己本身制造的能力的情况下，势必要向国外买。那也是不跟你欧洲买，就不跟美国买，就跟欧洲买。对，那所以都是向外买。那谁的政治这个妥协程度大，就跟谁买。那采购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采购的量就要看美方到时候川普到了北京之后，他的诚意如何了。刚刚大使也特别点到了，包括在政治上面，特别是台湾问题啊，这个也是目前这个大家在关注的一个焦点。当然，这个中方呢，我们说在谈判上面是有一个底气的，其中这个底气的来源之一呢是稀土。这张牌其实真的是非常好用啊，因为最近呢，《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向美国军方供应稀土的澳洲有一家公司叫做莱纳斯稀土公司，他们已经开始在马来西亚生产目前仍然由中方掌握主导权的重稀土。那莱纳斯稀土的执行长也表示呢，过去20年，除了中国大陆，没有其他国家生产过分离的重稀土。但现在呢，在美国还有美国盟友阻止中方用稀土来要挟全球的努力上呢，他们的公司莱纳斯这家公司呢，正努力走在前方。而先前呢，美国也向巴西稀土开采商这个 Serra Verde 提供了5.65亿美元的贷款。美国稀土公司呢，上周也更宣布呢，将会以大约28亿美元收购 Serra Verde， 这个确保向美国稳定供应重稀土。而美国政府为军工企业先前所设定的一个目标，说呢，稀土完全不来自中国，这个期限是定在2027年。但是呢，华府智库战略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也是我们所熟知的 CSIS 他们有一个关键矿物研究负责人叫巴斯卡兰，他直言，他说要完全实现不依赖中国大陆稀土的目标，目前呢，这个努力还属于早期阶段。言下之意就是想要摆脱，而且是完全摆脱中方稀土的辖制是没这么快。好，所以说 Russ 这一趟川普访中，特别也看到会舍弃稀土不谈吗？还是采取相对低调处理的态度，先瞄准这个经贸方面？你一再在节目当中也强调，经贸这一次只要有采购大单，就可以有交代了。从去年中美的这个贸易谈判结果，那川普是已经算是非常熟悉这个稀土的问题，这个供应的问题。他一边知道目前还是算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包含在美国或在美国国内，还是按照这个专家的说法，还是算是一个早期了。所以他有听到美国的制造业的声音，非常非常清楚，他们还是需要进口中国的稀土。川普是了解，所以他还是会向中方说，我们美国有这个要求，你还是要让稀土出口到美国去，还是会提一点。你限制的话，那我们美国再往这个高关税的这个手段。那另外，川普也知道是造成美国的，不管是从国防或产业的角度来看，是对美国来说是非常危险，一直或未来依赖中国。所以在愿意在过去1年。从他回来执政，那他也是支持美国直接或间接投资稀土公司，这个也是跟美国过去很不一样的。不管是科技业或是稀土业，美国这样美国联邦政府这样直接投资某某企业，真的是跟过去的模式是不一样。但是这个也是算两党，民主党、共和党的一个共识。那川普也是几乎是很支持，所以我相信
未来3年，就是在剩下的任期之内，还会有类似的动作。那美国很清楚一点，就是时间是最重要的因素啊。现在就算急也急不得哈。所以说现阶段美国对于稳定或是稳固这个稀土供应链啊，你觉得他们能做什么呢？我刚说的，如果中国有另外有想法的话，那川普就会直接说，那我们调高关税了。所以他真的这点他真的已经是非常清楚。好，所以就是用关税又拿出来当做工具啊。吴老师觉得这招有效吗？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效果。但我讲稀土要从拥有矿权、开采、提炼再制成非常关键零组件。那你刚刚前提报的那些新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都跟取得矿权、开采、提炼都没有关。就表示说美国要能够取得稀土的。不受到中国的这个制裁啊，不能讲制裁或者讲卡脖子的话，恐怕还很早，因为是源头的问题。对，因为它根本就从取得矿权、开采、提炼都还没到嘛。如果哪天你报新闻的前提是说美国现在有多少开采什么样哪几种稀土矿到多少量，那才比较接近能够去制造成关键零组件。所以现在。对于美国能够摆脱中国的这个钳制，其实还非常早。所以这一次，因为时间也非常的短，就2天吧，哈，这个两国元首的会面，针对稀土的部分就暂时先搁置。就是因为还没有这个条件来跟对方谈嘛。如果有这个条件，那为什么要搁置1年？去年1年很多争议都没有谈，1年就说哎，这个谈不了，各自回家，各自努力。对，就回去我的稀土没准备好，你的晶片好像中国晶片稍微比较有点进度，但也没有到完全摆脱美国，所以大国的利益有很多。实在谈不了了，先放一边，来谈得了谈一谈，就是各自整军备战哈。整军备战。吴老师，我继续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最近也吵得沸沸扬扬的巴拿马议题啊，因为中美最近在巴拿马运河议题上面又擦出了火花，因为根据彭博社的最新指出呢，说港口营运商招商局集团正在洽谈要加入一个收购财团啊，有意收购长和集团旗下数十个港口。那这个财团呢，目前包括了美国投资公司贝莱德旗下的 GIP 基金，还有意大利富豪叫阿庞特，他旗下有一个码头投资有限公司。同一时间呢，美国最近也联合了许多个拉丁美洲还有加勒比海的盟友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特别针对巴拿马近期因为运河港口经营权的争议遭到中方施压的事情，表达强力声援的立场。特别强调呢，巴拿马是全球海运体系的支柱，必须不受任何外部压力的不正当干扰，任何损害巴拿马主权的企图都将被视为是对整个区域安全的威胁。啊，听起来其实有点讽刺啊，因为现在其实重要的海盗跟这个就是说水道啊，这个相关的哈，都是有像这样的问题啊。您觉得哈，这个中方这个事情接下来发展，中方会怎么样的反制？因为现在也听到说，特别发表了一个声明，跟这个巴拿马还有周边国家绘声绘影的表达他们的强烈立场。中方能不能反制，要看中方手上有没有筹码。对，那巴拿马我们知道是一个全世界很多的货船呐、这个邮轮啊等等商船都注册在巴拿马，因为巴拿马以前这个税收啊、注册费用啊都非常宽松，你任何一个国家的船注册挂在我巴拿马的旗，你用什么国家的船员什么都很容易，就没有任何的限制。那中华民国在2017年以前跟巴拿马断交之前，台湾的长荣也有很多船都登记在巴拿马，所以全世界登记在巴拿马底下的船大概有8000艘，占全世界运量大概至少15%吧，所以这些船也要靠近中国港口，也会到中国港口去卸货装货啊。所以某种程度来讲，中国就有筹码。你这么多船到我的港口来，如果你这个在巴拿马运河上面这么粗暴，就把我的这个公司就抢走了，或者港口经营权就抢走了，那你到我的港口来装货卸货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某种程度反制你？我想美国一定看到这一点。所以你刚刚念那个新闻，其实有一点先取得道德制高点，您不会这样做，表示他先担心中国将来可能会这样做。就像我刚刚前面一提讲的，大国之间利益都非常多，每一个利益的层面都可能是一个筹码。对，最核心的不能碰啊，台湾独立什么这个你们不能碰，国家统一不能碰。但那些比较次要的这些利益是彼此可能可以交换的。但交换时候要谈清楚。如果举例讲，美国很粗暴的，我认为是很粗暴，就把巴拿马运河抢走。没错，他觉得这个利益好像不是最严重，但现在可能就牵动到中国，说不定在这个货船的这个注册上面就来反制，说不定又变得很严重。目前形势上面看起来，这个收购似乎已经要成定局了哈，所以接下来就像您讲的，就是看这个反制是怎么样。是，你所谓的定局是
这个和记他们要不要去告？对，和记其实没有放弃，他在国际，他还在争取，他要打国际官司，还是要告。他说我的合约有啊，你不能就这样子片面宣布说你的宪法什么就改变，那你当初怎么没讲？他要打官司的，所以没有完全定案，没有完全定案。所以现在看得出来是像您刚刚点到了一个重点，美方现在所在做的事情就是拉到一个制高点。然后先讲出来，国际宣传很重要，没错，要证明说我是有正当性的，你不可以这样做，他先讲出来的。好，等一下回来，因为今天吴老师在现场特别来聊科技议题，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看的就是中美两国的元首在进行这个高峰会的前夕双方其实都在堆叠谈判的筹码。那其中呢，在科技竞争这个领域呢，根据路透社最新的报道是这样。说美国商务部呢，最近向好几家企业发出了通知函，特别针对了大陆的华虹半导体旗下的2座工厂，寄出新的出口限制。限制出口的范围涵盖了设备还有相关的半导体材料。那报道还指出呢，这些设施可能还涉及中方最先进制程的晶片生产。而被通知的美方企业呢，包括了一些在中国大陆拥有庞大业务的设备大厂，比如说像科林研发、应用材料还有就是科磊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些大厂。那有分析也指出呢，华虹集团旗下的华力微电子正准备在上海厂导入7奈米制程，并且呢已经开发出可用在 AI 晶片的先进制造技术。目前提到了7奈米呢，中国大陆只有中芯国际是具有7奈米量产的能力，所以分析也认为，美方这次祭出这个出口限制的措施目的之一就是要防止相关设备流向华力，还有阻断中国大陆呢推动的科技自主化，尤其是在先进制程的突破。这个部分，吴老师专业，因为3月份我知道您才特别去了一趟 Semicon China 去看了这个展那对于大陆目前在半导体科技自主的发展上面，应该是非常了解。我想请教老师，对于华虹这家公司的了解是？华虹很有名嘛，他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来这个筹备组织的这样子。然后你刚刚提到那个华力微电子，它就有点诟病。所以如果拿中芯跟华虹这2个集团来比较，中芯比较像民间，因为是这个台湾最早那个张汝京去把它设立嘛，所以中芯比较像民间的厂。那华虹呢，并了华力以后，这整个集团比较有国家大基金和上海市政府的基金在里面，所以它比较有国营的色彩。我认识一位这个半导体的厂商是台商了因为他这2家他的供货，他这2家厂商他都进去过，所以去年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带我去逛一逛华虹外面的新的厂的建设我说你觉得华虹跟中芯有什么差别？他说一个国营一个民营差别很大。我说差在哪里？他说我进去看就看出来，因为国营的财力比较雄厚，所以厂房就比较。空间就比较大，那中芯因为是民间就比较拥挤，什么东西都堆得满满的，它就代表不同的个性。可是你刚刚提到说美国要制裁它，其实我都觉得有点慢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业界很早知道，华虹也在努力要争取追上中芯，要生产这个在7奈米做突破，对，要做比较先进的。那所以很多媒体都说这表示美国要开始连成熟制程也要来钳制中国，其实不对。那不是因为华虹做成熟制程，而是华虹也要做先进制程。所以你刚刚讲先进制程是对的，但是美国现在来做这个有点慢，因为它已经开始动作了。那很多的设备呢，7奈米是一个美国划定的红线，美国就像14奈米以下。你刚刚讲的 Applied Materials 就应用材料KLA 科磊Lam Research 这些都不可以卖设备给中国大陆。可是坦白讲，现在已经有卖，因为该买的很早之前已经买过了，现在才禁止，他已经买到了。他现在这样做只会拖慢它的速度而已。并不会拖慢一点，但是有很多的软体材料零组件，现在才禁止，其实真的慢了一点。真正中国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我们节目当中讨论过很多次的光刻机嘛。那光刻机以外的设备，大概到了14奈米，中国差不多都可以自给自足了，差不多没有100%，是差不多了。所以它现在来钳制它，我觉得其实已经慢一点，而且也不是为了成熟制程，是为了先进制程。中国大陆如果能够努力做出7奈米的，有中芯也有华虹一起来做，这个量才比较够大。依照老师的了解是说，
中国大陆因为其实这2年其实一直在面对美方的这种科技围堵哈，就是想方设法的卡住脖子啊，或甚至让你掐住你，好像不能让你呼吸一样。可是他们也看到是说，中方的半导体业者、科技产业不断在突围啊，他们突围的方式，根据你的了解。因为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啊，如果你把它想象一条链，也可以想象一个网，也可以，这里面太多的重要节点，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成为一个所谓卡脖子的 choking point， 对，每个地方都可以，所以它每个地方都要去突破。所以中国大陆就是全国一盘棋，北可能到什么哈尔滨工业大学啊，到浙江大学啊，南部到深圳各种科研机构啊，西到武汉、成都，所有的科研机构、大学，通通都来去分担其中一部分，把这整个供应链、整个供应网。都通通建立起来，就是用这个方法，一步一脚印，这没有什么能够这个取巧的或什么捷径，就是一步一脚印一直来做。那中国大陆优势就是因为它市场很大。我曾经访问过那个发展那个湿式的光刻机的林本坚，我的大学长，他就一直强调一句话说，发展半导体一定要有量。要有量，当时我还听不懂他什么意思。在好几年前我访问他，后来就懂了。当你有很大的市场的需求的时候，你很大量去生产，一开始确实良率不高可能就成本效益比较差。可你一直有量，一直生产，你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就做得越来越好。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不知道你在家里说我做饭，我就做番茄炒蛋。我每天炒一次，我炒了100次，我也会越炒越好。学习曲线，它就是慢慢累积这个经验。你就有一天就发觉，原来我蛋就这个时候放，火就这么大，盐就搁这么多，它就变得很好。半导体虽然不是这么简单，但意思差不多，就是要不停的去试做。那中国大陆因为量很大，所以它就不停的试做的结果呢，它就累积越来越多经验，良率就会提升。对，这是中国大陆目前的优势。缺点就是它有些设备，我刚刚讲光刻机相关的设备、相关的材料，现在是比较弱势一点。是，其实不只是硬体啊，等一下也特别请教您在软体上面您的观察哈。那我们说到软体啊，其实路透最近也披露说，包括像是字节跳动啊、腾讯、阿里巴巴这些大陆顶尖的网络企业哈，最近也已经主动联系华为，要洽谈新的晶片订单。那尤其我们知道最近呢，辉达的H200啊，目前仍然卡关中哈，也使得华为的 AI 晶片今年销售呢，渴望大幅成长至少60%，有机会要居中国大陆的市占龙头。另一方面呢，云端运算还有 GPU 租赁服务业者也都同步抢进，要争取华为的配额，因为这个生产额度有限所以要争取来。那像是 DeepSeek 呢，就决定把他们的最新 V4 V4 的这个模型呢，专门针对华为生成晶片来进行优化，而这些动态呢，都被外界解读是中国大陆的 AI 产业战略性正在逐渐摆脱对美国半导体依赖的重要讯号。DeepSeek 也承认在产能提升前，相关的限制仍然会存在，反映出大陆现在国产的高阶 AI 晶片供应吃紧的现状。所以中方的这个中国大陆的本土大语言模型 AI 也好 ，AI 晶片也好，形塑出了一个自主发展是持续，现在不靠美国科技也能照样突破的荣景这个大使怎么样解读啊？目前外界是说逐渐摆脱了被美国卡脖子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信号很重要，您怎么看？我想大概15里面最重要发展产业就 AI 产业了，所以这个是全国一盘棋嘛，然后中央做一个总的调度调配。那我想目标就是整个 AI 产业达到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所以一步一步配套都在做。那其实这个 AI 产业它有分开应该2个部分，一个就是算力的部分，也就是 AI 晶片的部分，另外一个就是算法的部分，也就是大模型的发展。那中国大陆 DeepSeek 出来的时候，它最主要它在算力的方面，它需求降很多，所以就变成事实上算力的发展所以大模型的发展，事实上它也在跟大陆上在算力上稍趋于劣势这个现实双方在配合，所以你记得当时 DeepSeek 出来的时候，并不是其他的这些美国的大模型股票大跌，而是当时的这个我们这个 NVIDIA 大跌掉了好像1-2成股价跌掉1-2，最主要因为它的算法不一样，算力需求不一样，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中国大陆是一个整体在发展的，就是说。你在发展算法的时候，你也配合你算力的现况，所以两者互相相辅相成。那就算力部分，当然现在中国大陆因为这个被美国卡得很厉害
那尤其是光刻机不给，你看现在这个华映要发展啊，它也限制，尤其在这个制造设备上，所以中国大陆一直在7奈米这个关卡上面哈在挣扎。那你现在你要再往下5奈米啊、2奈米的话，那显然受限。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中国大陆必须要保住这个7奈米，尤其这个华为啊为主的这样子的算力晶片方面的 AI 晶片方面的发展。那所以对于 H200，中国大陆并没有很欢迎，政府从政策上就不是很欢迎，目前持续卡关中啊。哎，对，就不是很欢迎啊。对啊，所以就基本上那个市场，刚刚那个这吴博士也提到，其实市场这个量很重要，所以就给了华为一个发展中国市场很好的机会。所以今年它的成长可能是达60%，大概整个市场规模估计是120亿美元。那会使华为成为中国大陆发展 AI 算力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焦点。那在这个规模跟这种市场跟规模来保持它的这个动能。那我想再配合中国大陆像这个 DeepSeek 啊，还有这个 Oven 3.5 Kimi 这些大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模型啊，那配合起来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这个 AI 的整体的发展啊，是可以说是有维持相当强的竞争力。因为美国本来是打的如意算盘，就是透过这个辉达卡住你，然后呢让你没有办法这个发展。可是呢，这个空窗没有想到被华为补上了哈。那刚才也特别提到说，像吴老师也点到，所以原先的 EUV 也被卡住，那现在就想办法用 DUV 不断的去在这个学习当中去突破创新。那老师又怎么看？有没有什么补充？那个4月15号，黄仁勋接受那个矽谷一个印度裔的年轻人25岁 Rakesh Patel 吧，应该这样念吧。是。那里面黄仁勋提到说，我最担心就是中国大陆用自己的晶片，这个就是硬体啊，发展出自己的 AI 大模型软体嘛，结果没想到就是不到9天，4月24号 DeepSeek 就发布了它的4.0，然后它用的呢就是华为，对，华为那个升腾对，90 ，exactly 就是黄仁勋所担心的事情。所以中美之间竞争的主要战场是 AI， 但是 AI 最重要的硬体工具是晶片，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就AI 的这个发展。不过如果很持平的讲，即使 DeepSeek 发展了4.0出来，如果整个 performance 比美国那几个大模型还稍微差一点，但它能够用自己的晶片来发展出，虽然还差一点，可能落后3到6个月，这也算是某种程度突破。大概就回应你的问题。对，所以其实现在就是看您刚刚特别提到这个辉达，就是像黄仁勋所预言的，几乎他所担忧的都发生了哈。而且那确实现在 H200卡关中哈。那你说先前呢，根据路透的报道说，虽然辉达已经取得了这个美国的许可，哈，理论上应该是可以把 H200销售到中国大陆去，但是实际上呢，现在的出货仍然卡在监管还有通关的流程，而且到现在为止呢，根据我们的了解是都还没有放行。那市场人士也指出啊，北京同时要求企业必须要优先采购大陆的本土晶片，当然这也使得辉达在拓展市场方面呢，面对更多的限制。好。其实黄仁勋还蛮辛苦的哈，先前好不容易才突破了，就是得到了川普的同意，当然必须要给他分润哈。我们也点到这个部分，这么多钱的人一点不辛苦。OK， 那你觉得呢？因为他现在很担心的，因为他没有办法放弃中国大陆市场的，可是现在就是卡关中。那我们也曾经讨论到说，像晶片发展这种，就是你这一代可能到下一代很快的下一代就要出来了，你现在卡在这个关。在不可能放弃大陆市场情况，你觉得黄仁勋会如何来应变突围呢？很简单，他公开说他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那大陆就会立刻同意晶片可以卖给中国企业。这个有这么简单就好了，这么简单真的没有问题。毕竟他是台湾出生，所以虽然他现在是美国籍了，但是因为他台湾出生，对不对？所以如果他真的表达这个政治立场，如果他对大陆来说政治正确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那你觉得现在大陆方面用技术性的这种方法，好让 H200还是没有办法进到中国大陆顺利的销售？可是美方也没有听到有任何的这个声音。我认为川普对这个议题，他可能觉得，我去年能为你做什么，我已经做了，而且那个时候在美国，不管是川普他团队里面或国会
包含共和党众议员、参议员都反对川普有这个算是开放的政策，让辉达卖这些晶片到大陆去。所以那个时候，川普有碰到很多反对的声音。那他还是觉得这个是一个美国企业或者是美国上市公司，有很多美国股民都会赚钱他觉得可以条件，因为还是有一些条件，比如说要先满足美国的需求才可以卖到大陆去，所以还是有一些条件，不是辉达可以随便卖到中国去，有条件，但是基本上是川普是有开放啊。对。那我真的认为，川普的想法是我为你能做什么，我已经为你做过了。那你还要为你再花时间，动用我的政治资本 （political capital）。我认为川普已经觉得他觉得差不多了，就这样。差不多，而且还有另外，去年川普访问中东的时候。黄文旭也有陪他去，然后那个时候中东国家有宣布我们要购买多少个辉达晶片，那川普可能会认为我那个时候也帮你赚很多钱了。那另外去年秋天的时候，川普有访问英国的时候。英国也有跟辉达有合作项目了。那川普真的可能认为，我让你陪团这么多次了，你赚那么多钱，我还开放你卖到中国去，你还有我见习近平的时候提这件事情，或许川普会再次，你还要求我什么？是不是？或许川普会再次提，但是我认为对川普来说，英文有一句话是 low hanging fruit。那对川普来说，这个刚刚有节目开始就有谈到这 three Bs，Boeing Beef。那对川普来说，我见习近平的时候，我讲这个东西可能是比较会有收获了，立刻会有收获。那我还要花多少时间回答某一些镜片假话？可能川普觉得no more。我从你的这个刚刚的分享当中，其实也看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啊，就是再精明的商人呢，其实面对尤其现在大国之间的竞争，特别夹杂在中美两强之间，特别是在科技竞争下。确实是非常困难的。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个案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